说，假如一个女子有户籍，能不能找一个无人的地方，安安静静过日子呢？恩人是说有户籍的女子想立户，请问可还有父母兄弟？没有。这有子嗣吗？没有。恩人是这样的，我们西凉国规定，女子出嫁户籍在夫家，未出嫁或者和离户籍在娘家，无法单独立户，除非是依靠兄弟亲戚或者有子嗣。女子地位这么低，太过分了！这是什么狗屁地方？凭什么女子不能单独立户？在他们眼里，女子不能干活，都是废人吗？如果一名有户籍的女子未出嫁，但父母都死了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其他亲戚，她户籍怎么办？这种好像倒是可以自立门户。听说成王喜欢虐待没户籍、皮肤白的人，你没户籍？回恩人是。原本的户籍呢？是这样的，妾身从前有一个弟弟，但儿时弟弟走失了，父亲备受打击，郁郁而终，母亲也跳河自尽，只留下妾身。妾身被舅舅家收留，但舅母却要把妾身卖给一个老淫棍为妻，妾身跑了出来，就没了户籍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求你了，恩人，你收留妾身吧！只要不让妾身被成王的人发现，只要不送妾身回去嫁给老淫棍，妾身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，服侍恩人。行，跟着我也好，不过有3件事情必须要说清楚，你若是能同意，我就收留你。别说3件事，便是30件、300件，妾身也同意。好，第1件事，如果你跟着我，我会帮你办一个奴籍，你介意吗？不介意，奴婢喜欢奴籍，奴婢就想跟着恩人。第2件事，跟着我就要学武功，我身旁不留废人，你武功只能比我强，不能比我弱，给你1年的时间，打不过我就滚蛋。但奴婢不会武功，我找人教你，你身上伤好了就开始练，我们一起学。还是那句话，1年后打不过我，你滚蛋。是恩人。第3件事就是关于我独特的治疗方式，你很好奇吧？不好奇，一点都不好奇，奴婢从来都没有好奇心。恩人，您想告诉奴婢，奴婢就听；您不想告诉奴婢，奴婢就当哑巴，绝不过问。奴婢发誓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你继续休息吧，我去看另一个病人。另一个病人啊，恩人恕罪，奴婢错了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奴婢不多问。除了我的治疗方法，其他都可以问。那边住着另一个病人，瑞王，被烧残的那个，也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。瑞王是活财神瑞王吗？活财神？对，瑞王是商妃所出，商妃有异于常人的经商天赋，为皇上赚了巨额银两，而瑞王也同样有经商天赋。在民间，那些商人直接把商妃和瑞王当成财神来供奉。富有？看着不像啊，那王府挺破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，一会儿我问问。恩人，还有奴婢之前受伤太重，不记得恩人的名字了。你不用自责，我压根就没有说过自己的名字，我叫朱雀，你呢？裴义丹。裴义丹？你父母怎么给你取了这么一个晦气的名字？还好没叫赔钱货。小姐，奴婢能不能跟您的姓啊？奴婢也想姓朱。我不姓朱，算了，你就姓朱吧，你自己起个名字。奴婢想让小姐赐名。这不是为难理科生吗？你介意我用最喜欢的水果给你命名吗？不介意，不介意。小姐能用喜爱之物为奴婢起名字，这是奴婢的荣幸。好，那你就叫榴莲了。朱榴莲，好美的名字，奴婢多谢小姐赐名。给人家姑娘起名叫榴莲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不过是真好吃。朱姑娘你来了，下午准备做什么治疗？最近5天，除了早晚给你扎消炎针之外，没有什么额外治疗，最多给你的腿上伤口换药，监督你是否好好吃饭。你有力气就稍微练一练，没力气就坐一会儿，千万不要勉强。手术前最好别生病，生病就没法手术了。好，我记得了。怎么了？李云池对门外指了指，示意出去说话。何事？回王爷，属下是这么回事儿。我想学武功，想让李公子帮忙教教，想商量一下这件事。还是朱雀姑娘机灵啊。去吧，求朱姑娘想想办法吧。王爷中午又没怎么用午膳呢。他又不乖了是也不是啊。我能看出来王爷很努力的用膳，但是确实是没什么胃口，到后来都开始干呕了。你又让他拿筷子？没，王爷用手吃。可
可能也和这个有关系吧。王爷用手吃菜洒了一身，为此还发了脾气。又吃饭菜，你们厨房就不会做点包子饺子？是这么回事，王爷在受伤之前就不喜欢包子饺子，后来受伤之后为了吃饭方便，勉强吃了一些，厨房那里也是换着馅儿的包，但是吃了大概3-5天左右，王爷就不肯吃了，还挺挑嘴。我问你，你们厨房有玉米面吗？就是把玉米磨成面粉。哦，有的。厨房为了给王爷改善口味，别说什么玉米面了，还有黄豆面、青豆面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有烙饼用的平锅吗？啊，有。去准备，看一会儿我给你们王爷做点什么好吃的。君北玉等了许久，也不见人回来，就越想越生气，甚至想发脾气。就在他准备喊人的前一秒，听见门外有对话声传来：“朱姑娘，这能行吗？这不是乡下人吃的东西？谁家往上数几代不是乡下人？几代不行就10几代，再往上翻几万代，搞不好直接就是个猴呢。再者说，你看看这些菜色，山珍海味的，谁家乡下人吃的这么丰盛？别管啦，听我的。是。两人说完，便推门而入。伴随着两人到来，房间内重新充斥了饭菜的香气。君北玉也下意识地皱了皱眉。黑暗中，君北玉感受到朱姑娘温暖的小手拉住她的手。这是煎饼卷大葱。煎饼卷大葱，那是什么？是一道你之前没有吃过的传统美食，外面用玉米面烙的薄饼，香脆可口，里面卷的各种菜，喜欢吃什么卷什么，灵魂是一根葱，很开胃。好，朱姑娘啊，葱有些辛辣，王爷吃辛辣的食物是不是不好啊？吃辛辣不好，不吃东西就好。你是不是饿死之前都得挑个嘴？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两利相权取其重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懂？是。你不是不喜欢包子和饺子吗？那就试试这个煎饼卷万物，里面可以经常换菜色，不容易腻。乖，快尝尝。他尝试着咬了一口，瞬间大葱的味道便把他呛得皱眉。第一口肯定呛，忍住吃第二口，相信我，吃完这个你会上瘾的。好，味道怎么样？非常美味，也很开胃，可以再吃一根。晚上能不能还吃这个？当然能，人活在世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吃吃喝喝开心就好。等回头你伤好的差不多，我带你吃大蒜。俗话说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，那个才好吃呢。谁家好王爷吃大蒜呢？王爷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请讲。你还记得我在乱坟岗捡的女尸吗？我救活了，准备收下来当个丫鬟，只是有个问题，那女子没有户籍，你能不能帮我给她弄个户籍？奴籍就可以。这救活了啊？把尸体救活？我的天哪，朱姑娘到底是有什么神奇的医术啊？别用那种看神仙的眼神看我，他当时就没死，只是因为失血过多，外加体力透支，所以奄奄一息。那种病人很好救的，换一个大夫也能救。难怪朱姑娘前几天问户籍的事儿，原来是为了女尸。奴籍很好办，管家有舒适的衙子，使些银子打点关系就可。但奴籍需要挂靠到主人家名下，你准备让谁接手？不是，还不知道我的身份呢，我以为你会偷偷派人调查呢。自有人接收。你现在就让横叔去安排。是，王爷。朱姑娘，还有什么我能帮上的吗？没了。哎呀，表姐，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开心？你能不能直接说出来啊？别再让我猜了，我是真的猜不到啊。你真不知道？哼，我不信。好吧，我知道表姐想要什么，但是已经送出去了，我还能要回来吗？对啊，就是要给我要回来。你若是不要，我今天下午就走。别呀！哎呀，最近父亲在外面出公差，母亲呢被那个慕容麻雀气得心情不好，多亏有你在我才放心的。你要是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可没本事哄母亲啊！闹了半天，我在侯府只有姨母是欢迎我的，你不欢迎我？欢迎，怎么不欢迎呢？你送她别的礼物，我不管。反正那块玉佩我一定要。行，反正我脸皮厚，我答应你要回来，但是等几天行吗？过几天麻雀回来了，我立刻就要。不行，现在就要。如果2天后我看不到玉佩，我就回家。啊，行，我去要还不行吗？表姐，你可千万别生气，也别回家啊，就留下陪母亲。你呢？你希望我在这儿吗？当然希望啊。朱姑娘，衙子在前院，您是准备在这里办奴籍，还是回沈家别院为那位姑娘办奴籍？去沈家别院吧，侯府的事比较乱，我不想打扰王爷的清静。看来朱姑娘还是想隐瞒身份。王爷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晚一些时候我回来，我们输液。好。姑娘，听说贵府要买丫鬟，哎呦，奴家这里可是有上好的丫鬟呐。是啊，我家小姐想买丫鬟，姐姐用去看看那丫鬟吗？不用啦，奴籍而已，没人会去查。就算是来找奴家，奴家就说经手人太多记不住了，一切以卖身契为准。好的，在这里签字，签我家小姐的名字就行了吧？对，签吧。慕容朱雀工工整整写下了慕容麻雀4个字。
原来这位就是前几天昌宁侯府沈世子娶的女子，怎么跑着荒郊野岭来了？沈世子的夫人怎么和瑞王又有了瓜葛？难怪他们一个个掖着瞒着。卖身契上有奴家的名字和手印，若是有问题，直接让人找奴家就行。奴家还有事，这就走了啊！麻烦伢子姐姐了。伢子一走，慕容朱雀就关了门，开始兴致勃勃地研究卖身契去了。李管家，你知道那姑娘是谁吗？她是侯府的什么人呢？您真不知道啊？哎呦，是前些日子沈世子娶的尚书府千金慕容麻雀啊！竟是侯府的少夫人，今日之事你万不可泄露给任何人。哎呦，放心吧，咱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，奴家办事您还不放心吗？如果没别的事，奴家就走了，奴家今天忙得很。行，我送你。房间内，李云池见父亲面色铁青，立刻意识到可能是关乎朱雀姑娘的身份。王爷现在的情况为父知晓，只要王爷高兴，你们偷偷做点什么，为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还能够帮你们打掩护。但是有些事儿太过危险，为父就不能不过问了。是，父亲。你知道这朱雀姑娘是谁吗？不知道，王爷不让我问，也不让我去打探。那你想知道吗？我想，她就是前几天大婚沈世子娶来的少夫人。什么？少夫人？礼部尚书的私生女？没错，伢子刚办完卖身契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了慕容麻雀的名字，这还能有假呀？麻雀？朱雀？天哪！如果外人知晓瑞王和昌宁侯府少夫人有联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和为父说句实在话，王爷为什么追着侯府少夫人跑？李云池想到几日后的手术，也觉得这件事瞒不住了，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纳闷呢，今天中午王爷的胃口怎么突然间变好了？和厨房要了那么多菜，但手术，什么叫做手术啊？大概啊，就是把王爷腿上的皮割开，把里面断了的筋肉缝起来，然后啊，再把外面的皮缝上。什么？胡闹！人皮可不是布子呀，怎么能缝来缝去的？王爷现在是有病乱投医，你也跟着王爷胡闹吗？哼，不然呢？现在我去跟王爷说，不让朱姑娘手术，王爷会不会发脾气？会不会绝食？父亲，您有把握劝好王爷，让王爷继续这么人不人鬼不鬼的苟延残喘吗？闭嘴，你个不孝子！父亲，您可以继续打我，但是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儿子可以理解父亲的想法，但是将心比心，如果我是王爷，也不想活。只要有一线生机，别说是朱雀姑娘了，便是恶鬼来了都想试一试。待到试过之后，是生变生，是死变死，也比这么生生的熬着强啊。好吧，好吧，为父知道了。不过有件事儿你必须去做。父亲您说，有机会的话，你就去沈家别院多转转，多套套少夫人的话，也去看看那个被救活的女尸。父亲您放心吧，朱姑娘的意思是让我教她和朱榴莲姑娘武功，以后我会经常见到他们的。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是，父亲。朱姑娘，你能不能陪陪我？现在不就陪着呢吗？能不能陪我说话？行啊，你想说什么？你今年多大了？我问这样的问题是否冒犯？若有冒犯，我就不问了。这有什么可冒犯的？18岁，是否婚配？婚配了，嫁人了。君北玉的心一下子凝住了。整个世界仿佛安静下来，安静又尴尬。君北玉以为女子伪装成丫鬟，肯定是未婚，却没有想到女子已有婚配。瞬间，君北玉觉得十分疲惫。朱姑娘，你要是无聊，我让云池送你回去，待输液结束，再让他接你回来。你怎么知道输液结束呢？你能看见药瓶？你知道空气如果进入血管有多严重吗？虽然现在输药瓶都有防范措施，但谁敢保证万无一失呢？如果你因为输液死了，我怎么向李公子解释？我果然是个废人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是不是做累了？你病了那么久，体力不好正常，不要因为一点累就受打击。我不是啊，算了，就当我是吧。所以是敏感的男人到底因为什么受打击了？算了，
先想办法夸两句吧。这2天可千万别病了，马上就要手术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见过接受能力最强、胆子最大的人了。我能接受你古怪的治疗方法，是因为太过想康复，任何方法都想试一试。下回不想说就直说，别说一半改词儿，侮辱别人智商。亏我认认真真的哄你，没好报不说，竟还被人当傻子。不是，朱姑娘息怒，你听我解释。别抓了，我没走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次我饶了你。我不是想隐瞒，我是怕我说出来，你把我当失心疯。好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还真想听听，你有什么言论能把我吓到？刚刚我说我能接受你古怪的治疗方法，是因为我看过更古怪的事儿。你相信人能飞吗？这孩子真失心疯，难道受刺激后开始有了幻觉？哦，那人是怎么飞的？你简单给我描述一下。例如说，有的人是长了翅膀飞，有的人是踩着宝剑飞。你见过的那个人是怎么飞的？我看见的飞法可能比你说的还离奇。没关系，说来听听。是很多人一起飞。继续。怎么一起飞？是手拉着手，还是一个骑着一个？是很多人坐在一个造型古怪的铁器里飞上天。铁器大概什么样的？君美玉在桌上画了个大概的形状，慕容珠却震惊了。他怎么见过飞机？难道他也是穿越的？不行，在确定男人真实身份之前，不能暴露，要一点点套话啊。放心啦，我怎么会认为你有失心疯呢？每个人都有幻想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有人长翅膀飞，有人踩着宝剑飞，都是我的幻想呢。我不确定那个是否为幻想，因为画面太真实，好像我亲眼见过，但我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除了这个飞翔铁器，还有其他画面吗？确实还有一个，快讲讲。你会不会认为我是失心疯？不会啦，我的幻想也很多呢，以后我们可以经常交流幻想啊。还有一个画面是2个人在一个古怪的铁器里，那铁器并非飞在空中，而是在平地上面跑动。2个人中，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握着一个圆圈。我操，该不会是汽车吧？瑞王会不会也是穿越者？只不过是胎传，把现在的记忆忘了。这些古怪的东西到底是你想的还是看的？难道说你不是西凉国人？我确实是西凉国人，而这画面是从我7岁时那场高烧开始。高烧？我最喜欢听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了。具体什么情形我也不记得，只记得我7岁曾高烧一次，太医们束手无策，高烧5天5夜依旧不退热，后来终于烧退，父皇便为我封王，出宫立府。从那开始，我脑海中便有了那些画面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吗？抱歉，没了。听我说，王爷，你有时间再仔细回忆一下，能想到什么就告诉我什么，好吗？好。瑞王身上肯定有秘密，皇室也肯定有秘密。为什么瑞王7岁要高烧5天5夜？别说古代，偏是在现代，5天5夜也能把人脏器烧衰竭了，好吧？更何况有太医在，不可能5天5夜都降不下来温。还有，瑞王刚高烧结束，正是身体虚弱的时候，作为父亲，皇上关心还来不及，为什么忽然让他封王立府？7岁大的孩子赶出皇宫，就算皇上厌恶，也没有高烧后就赶走的。这种感觉更像是赶瘟神。还有瑞王的烧伤，一个人怎么就那么惨？7岁时高烧，后来又烧伤，正有问题。体七变偶不变，这可是经典穿越人对的台词。什么鸡什么偶啊？没什么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这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两只老虎跑得快。朱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开始胡言乱语了？看嘛，我这才叫失心疯，胡言乱语。你说点幻想画面算什么失心疯？谢谢你。想了想，你拿着吧，有什么需要的自己置办一些。靠，果然是财神！银票1张就是1000两，给了一沓。王爷你放心，你的伤交给我了，就算我不能马上帮你恢复容貌，但你别急，给我一段时间慢慢升级，我肯定能帮你恢复。就算无法全部恢复，我也能给你恢复个7、8成。男人嘛，容貌不重要，有钱财，而是人品才重要。你那人品那么好，只要容貌差不多，想跟你的姑娘都海里去了。很快，瑞王书也结束。王爷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别忘了多回忆一下那些奇特的东西。当然也要注意身体，量力而行。晚上如果想吃煎饼，让你们厨子做，至于什么油腻清淡无所谓，挑着可口的吃，心情好才最
最重要。记得了。只说送完女子，李云池回来便面色焦虑，欲言又止。何事？王爷，您真不想知道朱姑娘的身份吗？王爷别误会，属下也不知道。属下的意思是，如果王爷想，属下可以去调查。不用调查又能如何？他自己亲口说了，已有婚配。本王想休息。王爷，刚刚发生了什么吗？关你何事？是，属下失言，属下以后再也不多嘴了。